总统新令，美国进入工业总动员。经过乌俄战争以及中东地区的冲突，美军发现自家的库存已经不够用了，于是，在2月初，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，美国正式进入工业总动员节奏，并点名加速生产爱国者和战斧。那么，美国的工业总动员与平常有什么不同？美国的战备状态有几级？在什么时候才能出发？简单来说，特朗普签署的行政命令就是全面翻转武器出口策略，将美国的国防工业基地从平时效率模式强行切换至战时动员节奏。军售不再仅作为外交工具，而是美国优先。可能有朋友觉得，特朗普上台后一直喊着让美国再次伟大，现在出了一个美国武器优先，这点没什么，也不算工业总动员。不过，在火力军来看，这是美军自2战以来最疯狂的一次掀桌子。现在五角大楼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。特朗普准备把过去30年美国流失的工业肌肉，用这种暴力方式给涨回来。特朗普这套玩法叫做军售再工业化。这几年国际上的事情太多，乌俄打了4年，中东也不安稳，都快把美军几十年的库存都给掏空了。另一边，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去工业化过程，美国的国防工业甚至萎缩至仅剩5家大型主承包商，已经是准垄断了，效率可想而知。为了解决这些，特朗普推出了美国优先武器转让战略。这个新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军售方式的转变。以前美国卖武器讲究的是地缘政治，比如我想拉拢你，或者我想让你去制衡某个对手，哪怕你没钱，我也能给你挣点援助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特朗普把这套规矩给废了。新政令明确规定，五角大楼要和国务院、商务部一起制定一份优先级武器销售目录，大致意思就是你想买爱国者，想要战斧可以，但不再是先到先得了，而是提倡插队，你给的钱越多，优先级越高，相当于美国拿对方的定金去扩建落马的厂房，钱多了，速度自然快。简单翻译一下，美国的目的就是通过外国采购来资助美国本土的再工业化进程，所以军售也优先考虑那些金额大还关系好的小伙伴。换而言之，对于美国来说，武器出口就是在筛选盟友，从而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、盟友出资、服务于美国战略韧性的供应链体系。为了补充库存，保证弹药充足，美军已与洛马与雷神签署为期7年的合约，合力生产爱国者与战斧。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下令，所有的采购流程全部简化。以前买个导弹，从走流程到工厂开工得磨叽个3-5年，现在特朗普要求进入准战时量产，必须缩短武器从工厂送往战场的时间。如果局势愈发紧张，那么这恐怕只是开始。特朗普签署的新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战时状态。一旦美国正式宣布进入国防生产法下的总动员，那就不是生产武器的问题了。就当前的情况来看，美国有5个分级战备状态，5级战备就是最低警戒状态。标准平时姿态，这其实就是常规和平时期军队进行日常训练和维护。如果全世界都很安静，美国就处于这个状态。如果政治局势紧张或发生轻微国际事件，那就触发4级战备，军队保持警觉，增加情报监视和加强安全措施。再危险一点就是3级战备，区域冲突或针对美国本土的威胁，空军可以在15分钟内动员，超出正常水平的部队准备状态。火力军估计，现在的美国已经是摸到3级战备的门槛。经过乌俄战争、委内瑞拉与中东的事情，国际情况已经不容乐观。后面就是世界大战级的程度了。2级战备就意味着美国距离核战争仅一步之遥，武装部队准备在6小时内战斗。1级战备就是最高等级警戒，核战争一开始或不可避免。全国范围内的军事动员详情可以参考2战。如果美国正式进入战时状态，在国防生产法的加持下，总统可以激活超过120项特定的法定权利，涵盖从国际贸易管制到军事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，可以封锁外国个人或实体的所有财产交易，可以关闭无线电台，甚至接通通信设施。对于武器装备来说，特朗普的权力更大，比如优先级订单，五角大楼的订单就是爷。如果你是一家工厂，你敢先给民用客户发货，而不给军队发货，直接牢底坐穿。还有就是工业征用，如果你是造汽车的，如果美军觉得你的发动机好使，他能强制让你把产线改成造坦克，不干都不行。在全面战时状态下，政府甚至能搞工业征兵。你是高级焊工，你是软件工程师，对不起，为了帝国，你得去指定的军工厂报到。政府可以绕过正常的预算流程，直接向私营企业提供贷款担保或采购承诺，以建设新的工厂。在2025年至2026年间，美国投入50亿美金，用于升级155毫米炮弹工厂。这到这一步，像什么爱国者、战斧、155毫米炮弹产量都要暴增。火力军说这个数20倍。
比如战斧，以前这玩意儿产量低得可怜，一年就生产50枚左右，基本就是维持个产线别断气。战时状态1000枚以上。爱国者以前一年生产600枚，战时状态2000枚以上。还有155毫米炮弹，这才是真正的消耗品。乌俄战争之前，美军1个月才产1万多枚，现在的目标是到2026年年中，月产量冲到10万枚。等到真正作战了，这个数字还要再往上涨一涨。以上这些都是保守估计，具体情况可以参考二战。巅峰时期，美国单月生产了56.7万枚155毫米炮弹，还有航母，平均12天一艘。当然，相比较二战，现在的美国即使进入战时状态，恐怕比不上这个数字。就拿155毫米炮弹来讲，这产量虽然看着惊人，但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坑 TNT。很多人以为造炮弹就是焊个铁壳子，错，关键是里面的药。但现在的 M795 弹药要求极高的精度和耐受力，里面的 IMX104 盾性炸药比老式的 TNT 安全，但生产工艺极其复杂，只有少数几家工厂能做。过去几十年，美国为了省钱，把这些产线全砍了。现在特朗普要总动员，美军得从旧货堆里找回那些20世纪80年代的图纸，重新教现在的工人怎么去熔炼特种钢，怎么去灌装稳定剂。这种重拾工业手艺的过程，比开发一个新 APP 难上1万倍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美国现在尴尬地发现自己已经快40年没有本土生产过 TNT 了，以前全是靠进口，勉强够用。现在进入战时节奏，美军正在全美紧急恢复 TNT 工厂，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会签署这个新法令，需要盟友的钱来帮美国重建这套的化工产业链。虽然现在还没到那一步，但特朗普重启战争部的势头已经让这种氛围越来越浓了。比如特朗普那个心心念念的金穹，在竞选时，特朗普就表示要给美国盖一个黄金穹顶，能在低轨道发射数千颗带有拦截能力的微型卫星，只要对方的导弹敢点火，还没飞出大气层，天上的卫星直接一发入魂。火力军光听都觉得强，但问题这也代表着贵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，这玩意儿起码得花5420亿到3.6万亿美元，这几乎是美国1年的财政支出。为了省钱，特朗普已经盯上星链了，这或许是黄金穹顶的底层架构。特朗普正在把马斯克的民用资产全盘军事化，坦克产量也要拉满。从2023年9月终止 M1A2 SCP-V4 坦克的研发，到2026年1月展示 M1E3 原型车，一款新坦克只用了1年多一点的时间，这个速度有点不讲道理。原型车快就算了，美军俄尤州利马坦克厂已经收到了死命令，加快坦克建造速度。现在利马厂1个月才造12辆坦克，这速度简直是开玩笑。现在的计划是通过增加班次和引入 AI 自动化焊接，要把产能提升到每月200辆以上。火力军有理由怀疑美国这是为战争做准备。还有战争部，2025年9月，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，决定恢复美国国防部历史旧称，将其更名为战争部。美国国防部这个名字是1947年改的，改回去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国防部听着像是在挨打，战争听着才是要去打人。特朗普觉得过去几十年五角大楼被觉醒文化给搞腐败了，天天研究什么多元化、包容性。特朗普现在要的是结果，工厂能产多少炮弹，士兵能不能打胜仗。这种战争思维的回归，其实是美国战略重心的彻底位移，从防御转向暴力输出。当然，这些都是题外话了。而这年头，也没有哪个国家会主动进攻美国，工业总动员应该已经是权限了。而特朗普的这项新政，本质上是美国在通过盟友的钱来给自己的工业基地进行紧急手术，但这里面有几个槽点。忠诚度是个变量，特朗普说只有投资自卫的伙伴才有优先权。那万一哪天你投资够了，但特朗普看你不顺眼，这优先权会不会瞬间消失？等于说出钱反而成乙方了，还没有表决权，美国成甲方。虽说爱国者、战斧这些武器属于垄断地位，在外面买不到，但这个条件略显苛刻。还有就是增加产能能不能落地？2026年的报告显示，美国国防工业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。美国现在的熟练技工严重短缺，老一辈焊工退休了，新一辈美国人只想去硅谷写代码，或者去华尔街搞金融。你有了钱，有了厂房，去哪儿找那几万个愿意在工厂打工的熟练工人？时间又需要多久？这些都无法控制。如果真正的战争状态，这个问题都不用操心。比如人员，在全面战时状态下，政府可能引用过往的多元方案，建立劳动力分配委员会，将特定技能的工人，如焊工、工程师，强制指派到最关键的国防项目。可惜现在还不是。最难顶的还是金穹，就算是星球大战 2.0， 当年里根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，现在特朗普搞黄金穹顶，会不会最后把自己给拖垮？3.6万亿美元的账单，美国真的能变出来吗？总的来说，美国进入工业总动员节奏，这事儿确实挺恐怖。虽然还没到全面征兵的地步，但美国已经把法律、经济、科技都接入了战争机器，这是一种生产威慑。通过重启战时产线，除命名战争部，
以及确立美国优先的军售原则。特朗普是在告诉全世界，我可能现在没这么多导弹，但我可以在1年内造出比全世界加起来都多的导弹。如果你想跟我对射，你先掂量你的 GDP 够不够我1个月的弹药消耗。这种模式一旦运转起来，其产生的工业惯性是极其惊人的。接下来美国会发生什么改变，我们拭目以待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美国工业总动员对国际形势会造成什么影响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，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好的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，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，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。首先，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，比例准确，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，材质也说得过去，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。其次，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，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，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。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，价格确实比较亲民。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，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，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。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。